214恶性撞船事件发生之后，台湾方面刻意隐瞒事实真相，推卸责任，引起大陆各界强烈愤慨及岛内舆论的普遍质疑。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28号表示，将坚决维护同胞的合法权益，绝不允许此类事件再度发生。大陆方面保留采取进一步措施的权利，一切后果由台方承担。外界注意到，台检方正将案件朝过失致死罪方向侦办，但台相关官员仍狡辩有过失，但不是故意。而岛内舆论纷纷呼吁民进党当局应该公布真相，严惩相关责任人。国台办28号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深圳卫视记者在现场注意到，作为214恶性撞船事件以来首场线下记者会，两岸媒体高度关注。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谴责事件发生到现在半个月，民进党当局没有表达任何歉意。在事件真相方面，民进党当局隐瞒、撒谎、误导，前后矛盾，试图掩盖真相，推卸责任。岛内的一些政客和媒体罔顾事实，大放厥词，态度嚣张，毫无人性。我们将坚决维护同胞的合法权益，绝不允许此类事件再度发生。大陆方面保留采取一切措施的权利，一切后果由台湾承担。事件发生后，大陆派出红十字会陪同遇难渔民家属赴金门，多次与台海巡部门沟通，但得到的却是让家属寒心的回应。朱凤莲表示，台湾有关方面应切实拿出解决问题的诚意和善意，处理好善后事宜，避免进一步伤害两岸同胞感情。要让两岸民众有安全感，当务之急是台方拿出解决问题的诚意，尽快的公布事实真相，严惩相关责任人，向遇难者家属道歉，满足遇难者家属的合理诉求，切实杜绝此类事件。在回答深圳卫视有关海协会与海基会之间沟通联系的询问时，朱凤莲指出，只要民进党当局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9·2共识，两岸协商谈判的大门随时可以打开。通过今天的记者会，我最直观的感受是，国台办发言人不仅针对台湾方面214恶性撞船事件及其后续处理提出了批评，更重要的是向台湾当局展示了解决问题、恢复交流的可能路径，并强调了当务之急是台方拿出解决问题的诚意，尽快公布事实真相，向遇难者家属道歉，切实杜绝此类事件再度发生。214恶性撞船事件发生后，不仅台海巡部门处理方式备受批评，台海洋事务主管机构负责人管碧玲也因不断发表错误言论遭到岛内舆论指责。在没能给遇难人员家属和两岸同胞交代的情况下，管碧玲先是同一些台湾政客一起炒作所谓越界问题。有关言论被大陆反击后，他发文称，台海巡部门必须守护所谓限制水域，还搬出金门相亲作为挡箭牌，引发当地民众不满。随后管碧玲又编造多个谎言，并宣称事件发生时没有录像，被广泛质疑。而他近日在社交媒体上的发言更是遭到岛内舆论炮轰，认为他失职，应当负政治责任。对此，朱凤莲在记者会批评管碧玲把处理214恶性撞船事件当成个人政治表演，性质非常恶劣。不仅对遇难者没有一句道歉，还对善后工作不断的设置障碍，极为冷血，为人不齿。奉劝这位女士将心比心，停止继续伤害遇难者家属，给遇难者家属和两岸同胞一个交代。岛内媒体注意到，国台办记者会在社交媒体上直播时，管碧玲本人账号被发现处于正在观看的状态。有台湾媒体认为，可见管碧玲对大陆说法颇为关心。有关事件调查的最新进展，岛内媒体披露，目前金门地检署已确定两船有碰撞事实，因而全案朝过失致死罪方向侦办。报道称，此案是否有刑责仍未定，但台海巡部门躲不过民事赔偿。而管碧玲也承认，在调查是否有过失致死罪，但又狡辩称不是故意。是不是就是我们去撞他们的船是吗？绝对不是的，因为是过失嘛，就表示不是故意嘛。最后会不会造成过失致死，还是要侦查。岛内舆论批评管碧玲现在是赖不掉了，才改口服软，应该追究她的责任。你不碰撞很难翻覆了，你船上的创击痕迹很清楚啊，那你怎么赖呢？如果最后真的是过失致死的话，我觉得还要查。管碧玲的态度太奇怪了嘛，因为你作为一个主管，是不是下了政治命令，让第一线的海巡弟兄做了不当的执法？事件发生后，台湾海巡部门称，海巡舰艇当天未配备密录器，没有录像，引发巨大争议。台海军前舰长吕礼时披露，现在台海巡部门的岸基雷达是跟台防部门的联程系统连在一起，这些雷达的画面均有存档，因此录像不可能拿不出来。
台军退役中将帅华明也表示，谁撞谁，军方的雷达航迹图一摊开来看，就能查出真相。飞机也可以用飞机的航迹图来判断敌人飞机的状况，飞机总比船要开得快，所以海上的航迹图不是不能判断，就看它当时的速度跟向量，当然可以判断。很多事情啊，政府捂着盖子不愿意讲。在此时此刻，你还要等法官来化解这样的一些矛盾跟误会吗？这显然，民进党不是不能公布雷达图，而是不敢公布雷达图。截至目前，台海巡部门与遇难者家属代表团已经展开9次协商。有岛内媒体报道，第9次协商传出达成初步共识，针对大陆方面要求的公开道歉，可能改成书面道歉，其他部分包括慰抚金，则要继续协商。台湾各界呼吁民进党当局应该正面解决问题，公布真相，避免类似事件再次发生。他们要的是真相，没有人相信他没有录影，所以尽快的公布，这才是正道。都希望真相为何？因为了解真相才能够避免类似的事情再一次的发生，一定要有沟通的管道跟机制。国台办就214恶性撞船事件再发生，批评民进党当局没有表达任何歉意，反而不断撒谎、隐瞒真相，毫无人性。您如何解读？主持人好，国台办今天对这件事再回应，点出了处理两岸大小事件的关键，也就是要建立官方渠道才行。而恢复两岸官方渠道，民进党当局就必须抛弃或者是冬届台独党纲，回到9·2共识上来。国台办用比较严厉的话点出了台湾方面处理不好、处理不了撞船事件的本质，那就是民进党局部承认一个中国和9·2共识，挑动了两岸对立对抗。台湾海巡船之所以那么粗暴地对待大陆渔民，大陆死难渔民的善后事宜之所以迟迟处理不好，两岸渔民在虾境海域的安全之所以得不到保障，就在于民进党当局没有把两岸视为同一个国家，而台当局执意走台独路线，也使得无法与大陆官方沟通交流，这样就直逼台当局，要台当局回答两岸关系的核心问题，那就是是否承认9·2共识。这个问题回答不了，那两岸之间的大小事都难以解决，那么大陆只好采取进一步的措施了。我还注意到这个以往国台办说撞船事件都希望台方或者是台湾有关方面来做这做那，但今天直接要求民进党当局表达歉意，可以说是加码了。对台湾负责海洋事务的官员管碧玲点名批评也是很少见的，措辞极为严厉，指责他把处理撞船事件当成个人的政治表演，极为冷血，为人不耻。这8个字很多两岸媒体都用在了标题上，足见大陆方面的愤怒。那么台湾的一些学者也注意到了大陆态度的变化，也有更形象的解读。台湾知名的两岸问题专家赵崇山教授更是非常感慨地说要是有了9·2共识，这件事就非常好办了，处理起来不太难。他说他也曾经处理过两岸渔民纠纷，那时的国民党当局认同一个中国9·2共识，可以把这个纠纷处理的两边都满意。我觉得赵教授是一针见血，点出了问题的本质。如果民进党当局仍不能给两岸民众一个交代，那么大陆会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呢？如何才能维护两岸和平？从214恶性撞船事件发生以后，大陆采取的一系列行动都是以维护国家主权、扩大实际管控权、维护两岸民众安全为主线的，不承认虾境海域有所谓的禁止限制水域，福建海警船对金门游艇进行登船临检，大陆海警面对绕金门岛执法巡查，直面台湾海巡船，维护金门岛与台湾岛航线上的海上秩序，都是以维护主权、保证安全为目的的。如果要采取进一步的行动，选项有很多。台湾学者和评论家已经给出了不少的线索，比如说切断台湾岛与金门岛的补给线，不允许台湾海巡船越过台方所谓的海峡中线，按照贸易壁垒调查的结果取消部分惠台政策和关税优惠等等。既然台当局不认可一个中国，不承认9·2共识，那大陆就要从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的角度出发，采取可采取的一切措施。维护国家主权、反对台独分裂势力是可以采取包括军事行动在内的所有措施的。那么民进党继续执政台湾，两岸和平就没辙了吗？
国台办发言人呢，今天也点出了出路，说呀，只要民进党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9·2共识，两岸协商谈判的大门呢，随时可以打开。美国学者呀，早在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的过程中，也提醒民进党需要冻结台独党纲。台独党纲呢，是民进党1991年提出的，2014年也曾有过冻结的提案，但是以后呢，再就没下文了。但是现在呢，民进党不能再蒙混过关了。大陆呢，已经非常明确地告知台当局，与大陆交往对话的大门是敞开的。但是呢，如果坚持台独立场，拒不承认一个中国和9·2共识，那么交往对话都无从谈起。